一个人手里握着40亿，他把其中的95%分给了全部员工。最普通的收银员拿到了20万，店长拿到了2000万，他自己留了5%。这个人叫于东来，他开了一家超市，叫胖东来。胖东来分钱的新闻出来之后，网上炸了，一边是于东来封神，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感动到哭，这辈子一定要去趟许昌。另一边是等等，没那么简单，员工拿到的是分红权，不是现金。于东来工商登记的实际持股超过了60%，5%只是说说而已，这是公关，是人设。但是啊，无论大家怎么说，每年都还是有无数的企业去许昌考察学习胖东来。然而胖东来已经生存31年了，市场上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第2家胖东来。这让很多人都为之疑惑，为什么胖东来我们学不会？如果今天我们非要找出一个词来概括胖东来这家企业的成功，那绝对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商业模式，也不是体贴入微的顾客体验。在这个充满算计和内卷的商业世界里，胖东来是在用一种极其朴素的认真，在做着一件近乎偏执的事儿。这件事儿是一切商业决策背后的唯一标尺，它极少被外界提及，就藏在胖东来的企业目标里：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培养健全人格。你看啊，它不是做中国最好的超市，也不是成为世界一流的零售品牌，它居然是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培养健全人格。我们大家说的最多的是胖东来信仰的自由、爱，是不卖假货，是员工有不开心价等等等等。但是所有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果，而这句话才是因。今天我们就用这句话来重新读懂胖东来。2012年，于东来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儿，他主动关掉了许昌几家便民店，不是经营不下去，不是竞争压力太大，是正在赚钱，然后亲手把它给关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欲望大于能力是一种灾难。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边，简直就像外星语。你去问任何一个商业顾问，去问任何一个企业家，他可能都会告诉你，有钱赚的地方就要进，市场份额就是竞争壁垒，停止扩张就是等死。但于东来把正在赚钱的店关掉了，然后继续只在许昌和新乡2个城市经营着他的门店。30年，门店总数都没超过20家，从来没有走出河南。这件事儿啊，从商业逻辑上怎么解释都说不通，除非你知道他做这件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98年3月15日的凌晨。那一年啊，胖东来已经开了3年，生意越来越好。于东来正准备继续扩张，然后一把火把一切烧光了。一场大火照亮了许昌城半个天空，8条人命被大火吞噬，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刚出生2个月。这不是意外失火，是人为纵火。当地的地头蛇调戏打骂了胖东来的女店员，于东来报了警，那帮人为了报复，深夜浇上汽油点了火。3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废墟，8条人命。于东来站在那片废墟前，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娘找到他，拉着他的手说：“孩儿啊，因为这事儿可别趴下，要是没钱了，大娘和大伯还存了2万块钱，可以拿给你用。”告示贴出去之后，许昌的乡亲们从4面8方赶来，但几乎没有人是来退款的。他们来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于东来后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后来30年所有决定的根。我经历了这些事儿，有了能力，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了，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也属于这个社会。就是这句话。从那天起，他不再把胖东来当成一门生意，他开始把它当成一件要完成的事儿。证明在中国有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可以不骗人，可以让员工有尊严，可以让顾客真的放心，然后让所有人都看见这条路走得通。他后来去了北欧，看到那里的人活得很简单，有尊严，彼此信任。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他把这个问题带回了许昌，然后你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不扩张了。不是扩张不了，是扩张了这件事儿就变味儿了，店开多了，文化就稀释了，文化稀释了，这个证明可能就会受到挑战。在有一次专访，记者问了一个全中国人都想问的问题：胖东来是不是真的走不出河南？于东来很平静回答说：我们真正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把这个公司做得多大，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传播先进文化理念。
我们只想告诉全中国，在河南许昌有这么一家企业，他们选择走了这样一条路，也能成功。我们就像个学校一样，让大家来看一看，把这个种子带走。你现在再回头看他2012年关掉的那几家便民店，那不是商业决策，那是一个人在守护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有件事儿啊，在胖东来流传了很多年，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这老板是不是管太宽了？于东来要求员工家里也要打扫干净。注意啊，不是公司环境，是员工的家。他说，如果你家里乱糟糟的，你每天生活在那种环境里，你的心态会受影响，你的状态会不好。然后你来上班，你给顾客的服务就会带着那种状态。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强词夺理，一个超市老板管到员工家里，这不是越界吗？但是先别急着下判断，你再来看另一件事儿。胖东来有一本内部手册，叫《幸福生命状态》，里面呢列了一份幸福的胖东来人标准，一共有10条。有自由的精神，有独立的人格，有热爱的事业，有专业的能力，有创造的成就，有回归自然的休闲，有健康的身心，有安稳而平和的睡眠，有彼此懂得的灵魂伴侣，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你数一数，和工作直接相关的只有3条，另外7条是一个完整的人需要拥有的东西。一家超市的员工手册要求员工要有灵魂伴侣，要睡得好，要有大自然的休闲时光。这不是在培养更好的员工，这是在培养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于东来解释这件事的方式非常的直接啊，一个不幸福的员工永远不可能给客户一个幸福的服务。他站在货架前对你说欢迎光临，那是表演，不是真心，客户感受得到。你看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你只能给出你拥有的东西。一个从来没有被善待过的人给不出善意，你让一个每天累到崩溃，随时担心被扣钱，回到家里一滩泥的员工发自内心的去服务顾客，他真的做不到。他能做的是完成任务，是表演，而顾客感受得到这种差别。所以呢，于东来说，我要先把人变得完整。这就解释了所有那些外界觉得奇怪的制度。员工心情不好可以请不开心假，带薪有10天。员工被顾客无理辱骂，公司替员工出头，赔钱给员工叫委屈奖。严重的直接把那个顾客拉黑，永久不得进店。管理层下午6点后不能留在公司，发现一次罚款5000块。在胖东来，让下属加班是一种耻辱。这意味着你的工作安排有问题，你的管理失职了。外界看这些叫员工福利，叫人性化管理。于东来的理解只有6个字：培养健全人格。差别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啊，2024年胖东来的员工流失率2.01%，行业平均超过20%。2.01%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胖东来的采购、品控、服务团队是一群做了很多年的老员工，每个人都知道哪个供应商靠谱，每批货有什么门道，哪个老顾客有什么偏好。这种稳定性不是靠制度管出来的，是靠真实的幸福感留下来的。然后这批幸福的人站在货架前对你说欢迎光临，你看你感受得到这种差别。我给你讲一个顾客的故事啊，他在胖东来买了一个西瓜，回家切开发现是坏的，他拎着那个西瓜有点忐忑的回去退货。他准备好了，被问一堆问题，你有没有保存好啊？是不是你自己弄坏的？能不能出示购物小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啊。胖东来的店员看了一眼说，好的，全额退款，再送你一个新的，另外这是500块钱的补偿。他有点懵，然后店员又问了他一句，你大老远拎着这个坏西瓜来回一趟，路费要不要补给你？他当时就愣住了。他后来在网上写了这件事，说那一刻我突然有点难受，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任何商场场合被当成一个正常人对待了。这个故事是胖东来口碑最底层的那一层，不是服务有多好，不是设施有多齐全，是在这里你不需要防着任何人。于东来把这件事情解释的也非常直接，最基本的常识就是，你知道我做生意要赚你的钱，那我赚合理的利润，你让不让我赚？你让，那我就不卖假货，我就把进价标出来，我就告诉你这批水果6个小时之后会坏。我们是2个成熟的人，做一笔公平的生意，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的？你看这几个字，就是整个胖东来故事里让我停下来想最久的一句话。因为他说的这件事儿，在今天的商业现实里真的很难。你去任何地方买东西，商家和你之间默认是一种什么关系？博弈。你在防着被坑，他在找占便宜的空子。你不知道进价，不知道这个折扣是先涨后降的，不知道这批货快到期了，你在信息不对称里掏出钱，商家在这个信息不对称里赚差价。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整个行业默认的游戏规则。胖东来决定
不玩这个游戏。开业不搞促销，不打折扣，不做广告。于东来说，开业搞促销就是在告诉顾客，我平时买贵了，今天特别便宜一点，这是在骗人。药品公开竞价，只加价10%销售。你去药店买药，没有一家会告诉你进价是多少。胖东来告诉你，黄金自助称重，你自己上去称，克数对不对？你自己看。蔬菜包装上标着种植户的名字，你知道这颗白菜是从哪里来的？30年，每一笔交易都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2024年5一假期，胖东来许昌3家门店日均客流31万人次，外地游客超过85%。人们专程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到许昌，只为了去趟超市。许昌，许多人可能要查地图才知道具体在哪儿的一个城市，靠着一家超市，居然成了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胖东来没有花1分钱广告费，他改变的可不只是一次购物体验，是来过这里的人对商业世界的认知升级。很多人从胖东来里边走出来，说了同一句话：原来商业可以是这样的，原来真的有人不骗你。你看，这就是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最朴素的那一层，不用演讲，不用广告，用每一笔真实的交易，在每一个顾客的心里悄悄地种下一个信念：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信任的。我问你一件事儿，如果你辛苦经营了30年，积累了一套别人都没有的供应商资源，你会怎么对待这些资源？大部分人的答案是保密，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是护城河，是不能让别人复制的东西，当然要牢牢守住。胖东来的做法是把所有合作供应商的名字、合作品类全部放在了广场的外墙上，任何人来参观都可以直接拿手机拍走，回去自己谈合作，不收费，不设门槛，不需要签任何的保密协议，公开给你。你肯定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呀？但是于东来还不止做了这一件事儿。2024年4月，他宣布胖东来要无偿帮扶长沙步步高超市调改，2个月后开始帮扶永辉超市，帮扶的规模非常大。胖东来的团队直接进驻下架商品，重选供应商，改造整家店的服务标准，有的门店下架比例超过80%。整个过程，胖东来派出了大量人员，自己承担了约19亿元的销售损失。步步高和永辉是胖东来的竞争对手，但是于东来却把30年最值钱的东西全部给了竞争对手，还倒贴。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都是他这是在作秀吧？直到我们看到了一个细节，才明白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大事业。在帮扶永辉的过程中，有一段于东来和永辉负责人的对话被流传出来。永辉的人问他：“你这样帮我们图什么呀？你要是不谈点条件，弄得跟假的似的。”于东来说：“我图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应该变得更好。”就这一句话，没有商业目的，没有商业企图，没有战略布局，没有品牌曝光的考量，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应该可以变得更好。调改之后啊，数字是可以被验证的。步步高梅溪湖店日均销售额从15万涨到了151万，整整10倍。永辉信万广场店调改首日销售额是以前日均的13.9倍。步步高2024年净利润彻底扭亏，同比增长358%。但于东来最在意的不是这些数据，他在意的是那句话：我们像个学校一样，大家来这里看一看，把这个先进文化理念的种子带走，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注意，他说的是种子，不是树苗。树苗长成什么样基本就定了，但种子不一样，种子到了你的土地里，它能长成什么样取决于那片土地。这颗种子不承诺一定让你变成胖东来，但它有机会让你开始相信一件事儿：做生意不一定要骗人。这是于东来认为他能给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那还有一个最难的问题，胖东来这么做，为什么还是没有一家真正学会它？2024年，全国超过100家超市在学胖东来，永辉调改门店超过120家，到今天没有一家真正复制出胖东来的结果。为什么？行业里有各种分析啊，供应链太难改，组织惯性太强，胖东来的模式只能在低成本4线城市跑通，这些都有道理，但都不是根本。根本一段视频就说清楚了。老板为什么不去涨工资啊？2025年中国超市周，永辉调改负责人在台上侃侃而谈调改的成果，被于东来当场打断，问了一个问题：第一家门店第1个月赚了200万，为什么要把它分给员工呢？调改之前，我们的目标是活下来，但一旦赚了钱，这个目标就被忘记了。对呀，如果是你，这笔钱怎么分？为什么不分给员工呢？就像这个负责人一样，多数商人对利润的正常判断就是拿去做投资，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用来让员工生活得更好，用来证明胖东来的那个飞轮不只是一套说辞。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怎么陈列蔬菜，但是没有学到于东来为什么要这么陈列蔬菜。这个差距其实有隐藏的3个层面的根本原因。第一个，于东来的出发点来自于他这一辈子走过的路，没有办法复制，是1998年那场大火烧出来的，是被废墟前那个大宁的2万块钱砸出来的，是被北欧街道上那些活得有尊严的普通人走出来的。这些经历只属于他，没有经历那场火，你不会明白那个大宁的2万块钱意味着什么，你就不会说这家店不是我的，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句话。没有说出这句话，你就不会把40亿分给员工，不会倒贴钱去帮扶对手，不会把供应商的名单贴在外墙上让所有人抄走。这是一条完整的链路，断掉任何一环，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这种东西不能被培训，不能被复制，不能被调改出来，它只能从一个人真实的经历里边慢慢长出来。第二个，进了资本市场，这条路就关闭了。于东来能做这一切，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是他没有上市，也从来没有对于任何外部力量做过承诺。一旦上市， CEO 就不只是公司的主人了，他是股东的代理人，要对季报负责，对股价负责，对董事会负责。就算他真的想按于东来的逻辑去做，资本的逻辑会在每个季度的数字里边把它慢慢的拉回去。永辉是上市公司，步步高是上市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哪怕真的想变，也没有于东来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自由。这不是他们不够好，是结构不允许。第三个，出发点不同，早晚跑偏。于东来有一句话说给所有来学他的人，你来学我，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做这家企业真正是为了什么？不是说为了赚钱就不对啊，是说如果你的出发点和我不一样，你学到的是动作，不是世界观，不是价值观，你延续的是表现，不是初心，不是使命。学会了怎么退货，但没学会为什么要无条件退货，那么早晚有一天，当退货开始让利润难看，你会找到100个理由把这条规矩改掉，然后就全回去了。回到开头那个分钱的新闻，37.93亿分给了10194名员工。你现在再看这件事儿，和最开始的感受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吧？这不是一个老板散财的故事啊，这是一条链路，走完了最后一环。1998年，一场大火烧光了一切。废墟前，一个大娘拉着他的手说：“可以把家里的2万块钱给你。”那一刻，于东来想清楚了一件事：这家企业不是他自己的。这个念头在整个31年里变成了你所看到的一切。他不扩张，不走出河南，因为他知道规模大了，很多事就不可控了。胖东来存在的意义不是成为最大的超市，而是成为一个证明，在中国有人选择走这样一条路也能成功。守住河南是在守住这个证明的纯粹。他要求员工家里打扫干净，设不开心价，设委屈奖，把40%的利润分给员工，因为他知道一个不完整的人给不出完整的服务。他不是在做员工福利，而是在用每一个制度培养一个又一个健全的人格。他把商品进价标出来，无条件退货，开业不搞促销，因为他知道每一笔真实的交易都是在向顾客传递一个信念：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不是服务策略，这是在用商业传播一种先进的文化理念。他把供应商名单放在外墙上，帮扶步步高和永辉倒贴，分文不收，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从来不是做好一家超市，而是把这颗种子撒到更多的土地上去。你看，兜了这么一大圈，最后回到的还是那句话：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培养健全人格。胖东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句话的注脚，这也是为什么全中国的企业都去朝圣，却没有一家真的学会，因为他们学到的都只是动作，退货怎么退，员工福利怎么设，货架怎么陈列，没人学的是那个根本性问题：我做这件事儿真正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于东来站在废墟前想清楚了，然后他用20多年把答案活给所有人看：2.01%的员工流失率，151:1的招聘比，170亿的营收，8亿的净利润，零广告，零资本，31年。这些数字背后只有一件事儿：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的人，比一个只知道怎么做这件事的人走得更远，活得更好。胖东来用31年把这个判断变成了一个事实。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一个正在做生意的人，还是正在一家企业里工作的人，有一个问题都值得认真想一想：你做这件事儿，真正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变成于东来，是因为想清楚这件事的人和没有想清楚的人，他做出来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不一样，长期下去，走的路也会完全不同。这里是行诺家文化进化论，让我们一起看见更多中国企业的文化自信。下期见。